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是好事情，因为毕竟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跟日韩不一样，日韩有汽车232，但是台湾其实是有半导体232。关税这部分的话，是不是您的看法也是认为说这一次目前初步看起来的台湾没有谈得太差？比预期好了。老实说，真的比我一开始你如果看那个数字哦，20%哦，你当然第一个直觉就是跟这个日本跟韩国，那日本跟韩国是15%，但是你如果细项去看哦，这个日本跟韩国他们其实主要是他们把汽车232跟对等关税一起谈啊，哦，那他也做了很多的让利，包括开放市场，包括做大量的投资，哦，那这样子就是获得15%的就是这个关税嘛。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包括这个市场开放，然后包括这个投资，还有各方面的这个都还没有正式的承诺。那这个美国就非常善意的把它降到20%。我觉得整体来看的话，这个是好事情，因为毕竟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跟日韩不一样，日韩有汽车232，但是台湾其实是有半导体232。那如果我们在第一阶段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我们就把所有的筹码全部打出来，那半导体232怎么办？啊，所以我刚刚有看一下这个赖总统的这个记者会，他有说，那他们就是要把这个半导体232跟对等关税一起谈。那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整个谈判的结果是还算是可以接受，还算不错的，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未来跟美国相关的概念股或许有机会获得一个比较空间。对，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还是有的啦。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基本上是很有可能希望去复制这个包括日韩他们的汽车的这个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就是说不管他到时候汽车这个关税是调到多少，他们都会拿到最低关税。那我们也希望台湾在半导体这个地方拿到最低的待遇，就是说不管半导体到时候调税率是多少，那我们的半导体都可以拿到最低的关税。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拿到这样子的话，我们觉得就是成功了，因为重点不是在于这个税率是多少，重点是大家都是被课关税的。在大家都被课关税的之下，我们是好坏是比较出来的，不是绝对的数字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在半导体这个地方守住，我觉得这个谈判会是一个成功的谈判。我们对今年的看法，其实一直以来就是2个非常大的主轴啦。我从大概去年年底再讲到今年，我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2025年会是一个很像空头的多头，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年初的那个点位跟年底的那个点位一起看的话，上涨大概是多头嘛，下跌是空头。就是说，你年底到年初到年底的大概率是上涨，它是个多头。但是你身处其中哦，你会发现那个很多事件型的因素，它那个市场高低起震荡非常厉害。像今天早上一出来，哇，那个关税一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嘛，那市场就会非常的紧张。所以这个每一次呢被暴击哦。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看法，就是每一次被暴击都是买点。我觉得今年大家都太低估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这个主计处好像5月还下修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把今年下半年下修到1%。那我现在看起来，你看第2季的经济成长率接近8%。如果第2季是8%，那你第3季、第4季是1%的话，那你现在台股应该是在崩跌的状况中。但是你可以看到台股其实相对还是强，就代表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对美国的这个出口主要还是 AI 半导体，还有这个伺服器哦。那这个其实主要是跟就是美国的这个重大的这些这个科技巨人他们的资本支出有关。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不会有什么主题的拉货的效果，它就是按照它的资本支出每一季逐渐在拉。所以我觉得今年下半年其实是会台湾的出口还是会蛮长的。那如果台湾在内需这一块能够再多加强一点，然后包括这个，如果台湾政府能够针对一些关税，比如说像工具机是比较受伤的啊，比如说塑化产业比较不受伤，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这个优惠条件的话，来提升一下传承。我觉得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有机会上修，对。那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台股今年其实还是有机会再往上。